一年容易又秋天，我从亚伯达省流浪到卑诗省，已经度过了冬天、春天和夏天这3个季节了。最近为了找房子的事情操碎了心，经过了1个多月的沮丧日子，现在好不容易振作起来，再次和大家在网络相见。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我这1年来在大温哥华地区以及温哥华岛上的租屋、买屋的看房子经验吧。的确，房子是能给新移民遮风挡雨、提供庇护的安全港湾，所以移民到加拿大，无论如何都逃不过房子这一关。它是我们第一个时间就必须要考虑的基本生活问题，更是后半生一直都要关注的投资方向。那么到底是租屋好呢，还是买房子好呢？以我过去在卡加利生活10几年的经验来说，如果是自住买房的话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买房子是比较好的选择。因为除了生活质量的考虑之外，买房也是一项投资。如果从10年或是20年的周期来看，在一个社会稳定的国家，房价必定会呈倍数增长的。但是大温哥华地区的房市又跟卡加利不太一样。我是在去年的12月份搬回来我当初移民登陆的卑诗省大温哥华地区。在过去的短短10个多月，看到这里的买房和租屋市场简直可以用疯狂这2个字来形容。在今年樱花盛开的春季，卖房子的广告一上市，大伙儿就失心疯的抢购。当时我就在想，这又不是几百几千块加币的东西，怎么有这么多人在1天之内就买下了呢？所以像我这种上班族只好望尘莫及了。也就是因为这样，使得大温哥华地区的租房市场热度比卖房市场更加的火热。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实在是太多人买不起房子了。那么现在来谈谈租房子这件事吧。对于刚刚来到一个陌生环境的新移民来说，买房子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主要是新移民们不了解、不熟悉城市环境，最重要的是无法一下子拿出好几十万的加币来付头期款，所以只好先去租房子。那么租房子有哪一些注意的事项呢？对于初来乍到加拿大的移民来说，租房子有几种方式。首先是短租，这种短租的方式价格比较便宜，方便灵活，有厨房可以做饭。但是个人建议大家尽量选择独立居住的空间，避免跟房东一起住，以免有互相打扰和摩擦的状况发生。对于这一点，不管我在加拿大的卡加利或者是大温哥华地区，我都特别的感同身受。如果是地下室的话，就必须尽量的选择新一点的房子，因为很多老房子的地下室光线很差，味道也不是很好闻。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能够灵活退租，也就是1个月1个月的租，一旦出现了问题，你想走就可以走，以免拿不回定金。在亚伯达省的卡加利租房子，必须付1个月的房租作为损坏赔偿的定金，而在大温哥华地区只需要付半个月房租，也就是在你退租的时候，房东确认你没有破坏租的房子之后，才会退还定金给你。再来，另外一种租房子的方式是华人的家庭旅馆，这是新移民的不错的选择，因为华人和西方人的家庭文化生活差异，对于刚登陆加拿大的华人来说，选择住在华人家庭旅馆的话，可以避免一些困惑，比方说做饭的问题。而在选择家庭旅馆的时候，也要注意房间的独立性，同时在网络上查看房东的评价。如果你幸运的话，遇上好房东，还可以交上朋友呢。最后来谈谈房屋市场上最常见的长期租房子的选项。一般来说分为3种：公寓、联排屋，也就是 townhouse， 以及独立屋 single house。
加拿大的公寓是以一房两房的物件这两种居多，公寓的公共区域都会打扫得干净整洁，大多数的公寓出租也会分配给房客一个停车位，但是停车位大多是在室外。一般出租房都不带家具，需要自己买，当然也有带家具的房子出租，所以因人而异，可以寻找适合自己的租房。而长租的房子租约最少要签半年，大部分出租是签1年的合同，不过也有房东同意月租的。要注意的是，这里有提前退房的违约条款，从几百块加币的违约金到1个月的房租都有。最苛刻的是，即使你搬走了，也要继续付房租，一直等到房东找到下一任的租户，或是你的合约满期为止，才不需要再缴房租。所以大家在签租房合同之前，一定要仔细看清法条。总结来说，租房子的好处是资金调度比较灵活，并且可以选择名校的学区来租房，适合新移民的短期过渡。最值得一提的是，加拿大政府的租房政策是比较保护房客的，只要不是你自己想搬走的话，房东不能把你赶出去。所以在这里租房子，一定要在签约之前仔细了解自己的权利义务，以免当了肥羊任人宰割。在经过了几年的移民生活之后，就可能考虑买房子。对于移民来说，谁不希望有属于自己的家呢？因为节节上涨的房租和房价，如果手边有钱，大多数的移民都想要买房子保值，并且可以对抗通货膨胀率。至于买房的头期款以及每个月的房贷是怎么算的呢？一般来说，新移民可以贷款房价的65%，自己就出房价的35%的钱。在今年2022年，因为加拿大联邦政府大力遏制房市过热的现象，已经调高了2次房贷利率，所以目前加拿大2到3年期的固定房贷年利率平均在5.2%到5.3%之间。大家可以到各大的银行或者是找房屋贷款中介查询。加拿大政府这个政策让拿不出现金来买房子的人们雪上加霜。目前在大温哥华地区的独立屋，也就是别墅的房价，都是以100万加币起算。对于不是带着大把钞票的移民来说，简直就是高不可攀。所以大多数的移民会选择买公寓来住，不管是大温地区，或是我目前居住的温哥华岛上，公寓和联排屋普遍的管理费比台湾高出很多。举例来说，一个40年屋龄左右600平方英尺要价50万加币的公寓管理费，通常在300块加币以上。如果在公寓大楼内还有健身房或者是游泳池等公共健身的设备的话，管理费会更高，大约会在450块到600块加币不等的水准。根据我最近看房子的经验，如果有想要买房子的人，还要特别查看公寓的管理章程是否有年龄、租屋、养宠物以及抽烟等限制，同时问清楚管理费包含的项目。最重要的是要先了解想要购买的公寓是否在近期内要整修公共区域，使得屋主必须缴交大笔的公共基金等等。最后，根据我居住在加拿大卡加利和温哥华的经验总结，新的移民是否要买房子，考虑的选项第一就是如果你有家庭，想长期在一个城市居住下来的话，买房子是比租房来的稳定，对于小孩的成长和学习方面也有帮助。但是对于单身又喜欢到处跑的人来说，也可以考虑租房子，那么就不必背负高额的房贷了。我目前居住的卑诗省气候是比加拿大的其他省份温暖，使得更多人愿意长期的住在这里，所以房价也相对的高。但是人们仍然愿意勒紧腰带来买房子，因为以长期的眼光来看，它会是一个很好的投资。再加上加拿大的政治稳定、高度开发的经济和社会福利体制，也支持着房价长期上涨的趋势。当然，不管你是租房还是买房，最重要的还是如何过得健康、自在
和开心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实践你理想的生活模式。谢谢您的收看，我是粉红天平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打开小铃铛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请帮我按个赞吧。祝您健康愉快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